A shadow flickers in the flame. Silent roads that lead nowhere or everywhere. I can't let go, chasing dreams through the falling snow. Eternal reverie, it's all I see. Forever lost in what could be. 奥 og 这个日文汉字用在地理方位，是指更里面的地方、深处的意思。我将奥日光分成3区，第一区伊吕波坂及明治平，第2区中禅寺湖，第3区汤原温泉至战场支援自然研究路。第一天由下往上玩，第1区伊吕波坂及明治平加第2区中禅寺湖部分景点。第2天由上往下玩，也就是第3区的汤原温泉至战场支援自然研究路加第2区中禅寺湖的部分景点。中禅寺湖的景点非单一直线路径，把它当作上行及下行的交汇点，且拆成2天较为从容。若有应变调整的需求，也较可应付。山上景区日落早，通常下午4点就开始收摊节奏，记得不要赖床，早点出门。一大早从东武日光站前搭乘巴士前往明治平缆车，车子驶入伊吕波坂，又称红叶坂，因秋季满山谷的红叶景色而闻名。这是连接日光市区与中禅寺湖的观光道路，上行与下行各自分开2条，上行是第2伊吕波坂，下行是第1伊吕波坂。2条坂道共有48处 U 型急转弯。日本巴士司机开车技术很细腻，即使这么多发夹弯，一路丝滑，不让人有颠簸晕车的感觉。我在明治平站下车。今天是11月6日，来对时间了，满山满谷渐成红叶。排队时，往缆车这一边的山谷下方看，就是下行第1伊吕波坂，左整片红叶山谷。这是大炮摄影迷的最爱。
缆车往复票共1000日元，出示日光周游券有9折优惠。1小时6班，上行最后发车班次是下午3点10分。缆车可能因天气因素、强风大雨、浓雾停驶，请事先留意。这是一块1933年开业时所设立的看板。车厢不大，载客人数有限，所以一直需要排队等待。车厢小，人多拥挤，站队位置很重要。如果想要全程欣赏一旅波板左红叶山谷，记得一进车厢就要往山谷这边的窗户站。山顶站出来，顺着楼梯往上走，就是明治平展望台。天哪，超美的！中禅寺湖、华岩瀑布、男体山尽收眼底。这是展望台的另一边。両方が慣れてるから、それこそ時間かかるから言うて足元も使う分も。
继续搭着巴士往上行。在中禅寺温泉站下车，马路对面算是这里最热闹的商业街区。现在上午10点30分，早起的我饿了。对面这间餐厅看起来很大，直接进去吃顿早午餐吧。吃饱后继续跑行程，先从离公车站最近的华严瀑布开始吧。观景台最上面这层是免费的，观赏视野只能往下看瀑布。下面的楼层需另外付费搭乘专属电梯下去。专属电梯在这里。电梯来回票600日元。电梯往下降至100公尺，出电梯后走一小段地下隧道。华严瀑布的形成原因是男体山火山爆发，熔岩阻断了河道，形成中禅寺湖，而湖水流下山谷，沿着岩壁倾泻而下，造就高达97公尺高的瀑布。立木县华严瀑布、和歌山县纳智瀑布、茨城县代田瀑布并称日本3大瀑布。观瀑台有3层，每一层的视角高度感受到水流倾泻的力量各有不同。离开华严瀑布，现在要去
前面的鸟居就是中禅寺湖。这座大鸟居犹如进入中禅寺湖的大门。大鸟居归属于二荒山神社中宫祠。二荒山神社中宫祠就在这条马路往前直走约10分钟的路程。大鸟居旁边有个 G7 Nikko 地标。2023年6月 ，G7 性别平等会议在旁边的 Ritz-Carlton Hotel 举办，因此放置了这个纪念设施。中禅寺湖，湖岸线总长约25公里。湖岸东侧这条路是中禅寺参道，前往中禅寺立木观音。马路边是 Ritz-Carlton Hotel 的背面。大推这条中禅寺参道，一定要来走。这里的视野直面整座男体山，珊瑚景色合一。男体山是一座锥形火山，标高2486公尺，矗立于中禅寺湖北岸。男体山古名二荒山 （Buddharasan）， 是取自梵文里的 Puttaraga 的谐音。Puttaraga 是观世音菩萨所在的普达洛迦山。也就是所谓的观音净土。1200年前，高僧圣道上人创建了日光山轮王寺及二荒山神社，开启了山岳信仰。二荒山神社即是把男体山供奉为神明。走着走着就看到中禅寺了。怎么感觉它的位置有点路冲？中禅寺也是由圣道上人所创立，附属于轮王寺。中禅寺以一尊6米高的千手观音木像立木观音闻名。就在这个正殿里，据说是圣道上人亲手雕刻的。
旁边是游览船沉船场立木观音码头。现在大约是下午3点，我本想搭最后一班船回到大鸟居那一边，结果11月5日至30日这段期间的最后一班船只到下午2点20，没搭到船，我从立木观音走回大鸟居。从大鸟居沿着湖岸往前走约10至15分钟，就抵达二荒山神社中宫祠。二荒山神社中宫祠前临中禅寺湖，后有男体山。男体山每年4月下旬到11月中旬开放入山，登山前需在二荒山神社中宫祠办理登记手续并缴入山费。所以这里也是攀登男体山的入口，而且男体山的山顶还有一座小小的二荒山神社奥宫。大家在上网做功课时，可能会对于日光的二荒山神社感到很混乱。简单总结，在日光地区总共有3个二荒山神社。在东照宫隔壁的是日光二荒山神社本宫，在山下也称下宫。在中禅寺湖边的是日光二荒山神社中宫祠，高度位于中间，称中宫。在男体山山顶的是日光二荒山神社奥宫。至于宇都宫市中心也有一个二荒山神社，那又是另外一件事了。早安，现在是早上6点整。我今天要去奥日光践行。为什么要这么早呢？因为昨天我去中禅寺湖，本来要搭最后一班的游船，3点半的，结果他们竟然说3点半没有船，最后一班是2点半，所以我昨天没有搭到船，就变成我今天一定要搭到船，因为今天是我在整个日光的最后一天，所以我就要很早起床，把践行走完要赶2点半以前搭到船，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这么早起的原因。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这是汤原温泉线早上6点06分的第1班巴士，在巴士里，山路上看日出，早起的意外收获。抵达终点站汤原温泉，已是7点25分。
很冷。一大早，日光山温泉寺其实还没有开。这里是温泉的源头，可以近距离观察泉水从地底冒出的景象。告示牌写列入禁止，就是不能够进去，所以最多就只能在这一边看。但我好像误会了，可能还没睡醒，好像是可以走去前面的木栈道上看。列入禁止应该是指那些小木屋不能靠近。小木屋里面是各家温泉旅馆的温泉源头。现在是早上7点50分，超冷。然后我带了一袋早餐，昨天晚上在便利店买的，我现在找不到地方可以坐下来吃。虽然又饿又冷，但整片美景都是我的。我现在就是沿着汤之湖往下走，这里的步道建设得很好，所以走起来完全就是很舒服。我前面有一群小学生，他们在校外教学，好佩服他们哦！一大早8点不到就出来走路。
这里是汤之湖和汤瀑布之间的缓冲区。湖水往缓冲区前端的高度落差倾泻而下，形成汤瀑布。火山活动伴随的熔岩裂缝，往往产生湖泊、高度落差地形及瀑布。顺着路走，是一条往下的楼梯，我就跟着汤瀑布的水流往下走。汤瀑布高低落差约70公尺。气温回升了，这里刚好有座椅，赶快吃早餐。比起华严瀑布的气势磅礴，我更喜欢汤瀑布的清静柔顺。你呢？较喜欢哪一个？从汤瀑布流出的水流，称之为汤川，一路往下流，到了下游又形成龙头瀑布，然后流至昌浦之滨，注入中禅寺湖。汤川周边地形为湿草原，其中最有名的是广达400公顷的战场之原。从汤瀑布至龙头瀑布，这一段沿着汤川建设了一条完善木栈步道，这条步道称之为战场之原自然研究路。顾名思义，走在这片大草原里，就像走进大自然的研究所。But， 是我来得太早了吗？都没人欸。我拍摄的这段期间，正是日本熊出没议题最火热的时候。一个人走在森林里，心里怕怕的。
这跟我去年去上高地完全是相同的既视感。这一片草原真的很宽阔，感觉好像走不完了。然后现在就是只有我一个人，真的有点害怕熊会跑出来。不过目前好像熊出没的事件，立木县是没有通报什么案例，所以还是不要想那么多吧。泉门池，过了泉门池，即将进入战场支援。哇哦！男体山，哇哦！战场支援是南体山的喷火熔岩流出后所形成的湖泊，湖泊又逐渐被火山沉积物填塞，加上水生植物因寒冷气候未完全分解，进而形成此片广大的湿草原。这是11月初一片枯黄的景色，别有一番风味。但现在早上10点半都没人，到底是怎样啦？越走越心慌。我一个人走在这个战场支援，其实心里面超害怕的。然后刚刚有一个人经过，好不容易有一个人经过，我就问他说他是从哪里走过来的，不然我完全没有任何一点方向感。那个人说他是从马路走进来的，也就是南体山的方向。在这么一片草比人高、一望无际的草原里，南体山确实是方向针。由于熊出没的事件正在热头上，独旅终究要把安全摆第一，决定往马路方向走。这一路遇到的人不到5组，建议大家不要像我一样一大早就来走。我已经看到前面应该是马路啦，因为有看到车子。我觉得这样子走到马路上会比较好一点，不然一直走在这个森林里面真的很恐怖。我在哪里呢？好哦。耶！终于走到马路边了，心里面踏实多了。Yep。Yeah。
如果以巴士站牌的距离衡量，战场支援介于赤沼站到三本松站到光德入口站之间。刚刚看了公车站牌，在15分钟会有一班公车过来，可是我想还是先用走了，不然站在这边等15分钟也是有点久。这里毫无遮蔽，与其待站着等公车，不如边走边看风景。这条马路是贯穿奥日光的国道120号公路。接近三本松站，马路对面有一条步道，沿着步道走，有个展望台。前面这边就是战场支援的一个展望台、瞭望台，可以俯瞰整个战场支援。马路另一边是三本松原地，有很多落羽松，也是休息站。刚刚在三本松原地的休息站上了厕所，然后现在我要往下一站赤沼步行过去，看起来有一段距离。终于走到赤沼站了，这条马路我竟然走了1个小时，可见战场支援有多辽阔。基于安全考量，虽然没有走在草原里，我还是感觉把战场支援走完了。接下来的马路没有人行道，我得搭公车。我从赤沼搭2站，然后到这个龙头瀑布下车。龙头瀑布，龙头瀑布就在这个店家的后面。龙头瀑布相较之下是个小瀑布，倒是这间龙头之茶屋生意兴隆，对健行者而言，这里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起气休息站。食物 CP 值颇高，价格不贵，分量十足，口味也好。这个热的麻糬很好吃。吃饱后，我沿着大马路往下走2个公车站牌，到昌浦游览船乘船站。中禅寺湖游览船营业期间为每年4月中旬至11月30日。
11月5日至11月30这一段期间，最后一班发船时间可能会有调整，以官网公告为准。船班可能因天候因素，例如风大雨大雾大而停驶。船的站中禅寺，此站是发船站及收班的总站。船程以逆时钟方向巡游，停靠4个站点，从头到尾共55分钟。当然也可以选择一段一段分开搭，完全端视个人的观光路线规划。我自己是从昌浦之滨搭船到立木观音，再从立木观音散步走回大鸟居。对我而言，这是最佳路线安排，因为从昌浦之滨搭船到立木观音是从湖中间穿越，在船上可以对望的视野欣赏男体山，环视整个中禅寺湖。船程20分钟也足够细细品味。至于立木观音至船的站中禅寺，也就是大鸟居这附近，这段路我反倒推荐用走的。这段路程男体山及中禅寺湖的各种姿态，美到无法言语。の将軍家光公が雪の波に舞う湖で雪狼湖、明治天皇が東北地方をご巡行なさった時にお寄りくださいまして、幸多かれと幸の海とご命名くださいました。雪の波に舞う湖で雪狼湖、明治天皇が東北地方をご巡行なさった時にお寄りくださいまして、幸多かれと幸の海とご命名くださいました。海抜1269メートル、周囲は25キロ。In Japan, the water is very cold. At midsummer, it reaches 23 degrees Celsius, or about 73 Fahrenheit. In February, when the numbing north wind ravages the landscape, the water temperature falls below freezing, although the surface is only rarely covered in ice. It is classed as a temperate lake. Lying between two large waterfalls, Yuzu Falls upstream and Kegon Falls at the outlet, Lake Chuzenji has never had a natural population of fish. However, salamanders and... まもなく右側前の方に小さな島が見えてまいります。神漬島と申しまして、この中禅寺湖にありますただ一つの島でございます。神漬島には日光をお開きになった正道上人のお骨が納められております。後にあの島には神漬島と申しまして、この中禅寺湖にありますただ一つの島でございます。即将接近一座小小岛，上野岛。岛上有日光开山始祖圣道上人的墓碑。The only island within Lake Chuzenji, the tomb of the priest Shodo Shonin, who opened the Nikko area to Buddhism in the 16th century, and for reviving the town of Nikko, which had long been in decline.
现在经过的是英国大使馆别庄。 To its right is the Italian Embassy Villa Memorial Park. The former embassy properties are now in the care of Tochigi. 修善寺立川観音堂はただいまからおよそ1200年前に日本をお開きになりました聖武上人が立っていたまま絵のついたままのカツラの木を手尾の一丁でお彫りになった到达立木观音码头。停车场后方就是我昨天有来过的中禅寺立木观音。我往停车场右边走，去刚刚船经过的英国及意大利大使馆别庄。虽然岔路的指示牌写着意大利和英国别庄分别2条路，但其实这2栋建物是相通的。我先走上方的路到意大利别庄。门口有售票机，可以买票进别庄内参观。但这里的海滨景色其实比建筑物更吸引人。英国别庄里面有一间英式茶馆，我想试试看。门票300日元，入内需脱鞋。
这间茶馆是由中禅寺金谷饭店经营。这一套3000日元，但品质让我有些失望，当作是吃气氛的吧。现在下午3点30分，我一路从这散步走回大鸟居。这一段路，我几乎帮男体山及中禅寺湖拍了一整本写真集。Whispers in the night, they call my name. A shadow flickers in the flame. Silent roads that lead nowhere or everywhere. I can't let go, chasing dreams through the falling snow. Eternal